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是 Betty。今年的春天好像来得更晚了一些，催跟我出流行趋势的伙伴倒是一点都没有少。如果你正打算买春装，停一停，先和我一起来看今年最全的2025春夏流行趋势分享。这期视频我将为你浓缩解析2025春夏流行色、流行风格、流行元素，以及今年值得购入的流行单品。不是很懂时尚的伙伴，看完也可以多点谈资。下次在实体店看到这件衣服，你就可以和身边的朋友们说：这件我早就知道它会流行了。OK， 开始之前记得在下面点赞、投币、收藏，3连支持。好啦，我们一起来看流行趋势吧。首先，我们一起来看Pantone发布的年度流行色。Mocha Mousse 摩卡慕斯，这是一个以甜品命名的色调。如果说我们对甜点最高的形容是它不甜，那么对大地色系不挑人的形容可能就是它了。它就像摩卡一般醇厚浓郁，又如慕斯一般柔滑，入口即化。体现在服饰设计上就是轻盈与稳重的巧妙平衡。想要多一些春夏感受，可以试试搭配白色或奶油色系，演绎轻快的优雅造型，或者翻出前几年流行的巧克力棕、美拉德风单品，用顺色为这抹春日大地色系注入更多的稳重态度。如果你觉得年度流行色过于浓郁，那你一定要看看在今年春夏一定会大面积出现的 Cocoon 减色。它比奶茶色更多了一些肌理和色彩，比驼色又减少了黄气，就好像蒙上了一层柔焦滤镜。这一些因素也让这个色调更为好穿。代表性的是 Ralph Lauren 袖长的这几个造型，举手投足间自带不动声色的气场，坚定但不咄咄逼人，算是一个非常适合用在外套单品上的色彩。如果你想要穿出风度翩翩的从容感，选这个颜色就不会错了。另一个在今年春夏一定会大面积流行的就是 Cameo Rose 柔雾粉。延续去年的粉色风潮，今年的柔雾粉像是写给成年人的浪漫诗，削弱了以往粉色流行的甜腻，加入了轻盈与内敛的感受，因此也会更加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气质。它可以柔软，可以干练，可以轻盈，可以运动，多元的造型可能也让粉色风潮一直长青。那这一次篇幅有限，想要看粉色穿搭的伙伴，需求高的话，之后单独开一期和你们聊聊这系列的穿搭关键怎么样？讲回正题今年春夏有一个来报恩的绿色调，轻盈奶油 Lime Cream， 它是一个低饱和、适中明度的绿色调，比去年的薄荷曼巴更清新，比牛油果绿更灵动，上身还自带妈生好皮感。黄皮的女孩们需要特别注意，尽可能让这个色系离你的脸远一些，用一件 V 领上衣或者是下半身的半裙都会是好穿又春日的选择。那大家以往都说时尚是一个轮回，色彩也总能给人似曾相识的感受。今年春夏的流行 Deja Vu Blue 似曾相识蓝，它是一种宝石般深邃的蓝调，比雾霾蓝多一些色彩，比克莱因蓝少3分攻击性。这让我想起梵高新月夜的漩涡，又仿佛月光在海面上轻轻流淌。但这颜色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它就是牛仔服上的那一抹蓝，是秀场装饰中常见的领口的那一抹装饰亮色，是扎染的民族感蓝调，一旦出现就注定难忘。接下来的是几个流行但比较挑人的色调，我会加快语速，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跳转到这个时间来看流行风格。Cashmere 克什米尔绿，如松柏破冰而出的灰绿色调，沉稳大方，适合与衣柜已有的黑白色调搭配，演绎高级的职场造型。Crocus番红花色，带一点灰调的香芋紫，掺了丝绒金粉的质感，是很上照出片的明星单品。不过要说这个色彩的赏味期限估计只在今年，想入手同色系单品的伙伴，请多多斟酌了。最后是每年4季流行的橙色系，今年它叫橙汁汽水。真的，你到秋天再来看流行趋势，这个颜色一定还在。虽然名字听起来青春的如同行走的维 C 泡腾片但在秀场当中大多体现在稳重干练的造型，为成熟服饰注入一丝俏皮感，整体看起来简约又热烈，充满生命力，绝不会无聊。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25春夏流行风格。今年有一个因 TikTok 博主而大热的风潮 Demure Very demure, very mindful. Demure 得体风正在25春夏真实的演变为一种风潮，它真的是嘲讽效果拉满了。就有点像前几年老钱流行的分支，本质上依旧是长期主义穿搭美学，只是在造型当中更多类似优雅和宁静的感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风格的代表品牌 Alaïa、The Row、Ralph Lauren 的 Collection 系列等等。另外一个流行风格 Geek Chic 高质感，比知识分子更多一些设计，比学院风又更成熟稳重。把这3个风格放在一起排站的话大概就可以看出今年这个流行的感觉。它会让我想到去年大热的女性电影《好东西》里演员宋佳的形象，在柔美和硬朗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
说实话，今年的这个流行风格真的非常适合职场。这期视频的点赞过1万，就跟你分享一期高质感穿搭窍门，怎么样？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2025春夏流行元素。千禧风总算在今年春夏微微褪去了热度，而简约的代表条纹卷土重来。在25春夏的各大秀场造型中，条纹更像是一种视觉魔术，它以错落、拼接、层叠等等形态，为我们献上更多元的条纹组合技。当然，想省钱的话，不妨从衣柜里面翻出往年的海魂衫，再叠加上针织，就可以零成本赶上这波流行了。另外，同样延续去年秋冬的格纹流行，今年春夏的格纹更像是混了白色颜料，呈现了更柔和的配色设计。不过今年的花纹呢，就仿佛是10年前衣柜里的旧衣服，就不免会给人一种传统又经典的暗示。别绕弯子好吗？大白话来说就是会蛮显老的。看视频的你，试穿的时候记得要抛开流行滤镜哦。2025也是时候把健康生活写进日程了。今年春夏各大品牌都不约而同将衣橱的基础单品结合运动休闲风。这个风格原本是在普拉提下课之后穿那种紧身裤和运动 bra 的趋势，但在今年啊，它已经进一步的演变成流行，轻量级外衣、运动感夹克、瑜伽裤等等。但要我说啊，全民运动的风格早就已经在我们国内街头流行起来了。那今年也有一个与运动形成极端反差的流行元素，就是泡泡廓形。从前几年的花瓣型到泡泡廓形上衣，再到今年的大面积抽着下摆的泡泡元素，这个风格已经非常确定的回归了。不过它的确有一点显得人臃肿，喜欢这个元素的话，比较推荐入门去试试看长裙或者超短裙的2个极端选项。这2个长度不至于让你显得过于膨胀，又能刚刚好体现出这种优雅又灵动的感受。最后，让我们来看看25春夏流行单品。如果你觉得 Saint Laurent 的大垫肩西装不是你想要传达的职场态度，那你一定要在今年春夏关注柔软套装设计。经过连续几个季节的锐利硬朗剪裁，25春夏终于柔和下来，让职场人能找到自己的柔软护甲。更飘逸垂坠的材质，更合体低调，上身也会更舒适日常。如果你想要更加独特的设计呢，不妨看看由 Chloe 带起的这一波斗篷流行。今年春季这个流行单品呢，更多会呈现为不同长度的斗篷外套，既能防风，又能刚好符合春季这种随意穿脱的场景。夏季呢，则是结合连身裙，利用斗篷的飘逸层次，营造优雅氛围。不过，只要连衣裙够长够飘，就能进阶穿出魔法师一般的气势感。偷偷说，我今年春夏就打算去试一试，好看的话和你们分享，好吧？那要说今年最大的一个流行趋势单品，还得是多样的裤装。首先是瘦子的福音紧身裤，一开始看到我以为是瑜伽裤走入日常，但定睛一看哦，设计师甚至给这类裤子系上了皮腰带。完了，他们是认真的。虽然说这个趋势对于我这种梨形加肌肉小腿的身材来说是有点灾难啊，但我之前的评论区也的确出现了很多说自己已经穿腻了阔腿裤，然后说什么再也不要穿阔腿裤的伙伴。那这个风潮说不定就很适合你。反正我不行。不开玩笑，裤装的多元性也体现在设计和造型方式上，比如热度攀升的裙裤组合、不同材质的对撞、不对称的阔腿结构细节等等等等。如果你平时上半身是那种很基础的造型，想换换穿搭风格，可以在今年春夏试试找一条与众不同的裤装来试试看。我知道流行不一定代表适合，我也为你总结好了年度避雷合集，教你避开那些不适合日常的流行单品。想看的伙伴记得在下面点赞、投币、收藏。这期视频的点赞到2万，我就会出一期和你分享。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时髦的女孩或男孩。我们不久后见啦，拜拜。